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16日啊。咁咧，我最近咧就做緊個專題導讀咧2024年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咁未睇嘅朋友可以翻去琴日段片睇翻啦。咁咧，我就導讀咗咧佢最新嘅作品裏邊嘅第10章。佢哋歸納咗咧社會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咧就叫榨取型嘅社會，以伊朗啊、委內瑞拉、俄羅斯或者前身蘇聯同埋中國為首。榨取型嘅社會咧個好處就係好有效率啦，集中精力同埋集中意見，統一意志。咁但係個唔好處，最強嘅時期咪成為世界最主要嘅經濟體咯，同美國係叮當碼頭咯。但係咧後來就出現咗咧，因為佢唔能夠吸收意見啊嘛，拉晒提出意見嘅人啊嘛，咪出現咗切爾諾貝爾啊，同埋後來嘅經濟崩壞咯，直至倒台啦。咁啊倒台之後咧，普京到上台咧，俄國仍然都係一窮二白嘅，就唔係好似咧東歐其他國家咁樣即係脫離咗共產主義之後咧，好似東德咁啊。好似捷克咁啦，愛沙尼亞咁啊，經濟咧起飛喎，就冇呢啲咁嘅情況喎。咁所以呢個榨取型社會咧，就好嘅時候就集中精力，壞嘅時候咧就會咧陷入創造性嘅災難啊。咁中國都係啦，中國1949年建國至今咧，有一半嘅時間係陷入創造性嘅災難嘅。而你冇辦法保證咧呢啲創造性災難咧係咩時候嚟？因為當你提出意見咧，你就會俾人拉咗啦。咁呢個係呢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咧個主要研究嚟嘅近年。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佢就舉一個例子，佢喺第10章裏邊咧，新書我就印咗出嚟喺尋日段影片分享咗俾大家睇。佢就舉一個例子，就係網球員彭帥喺中國咧 Me Too 咗張高麗，20分鐘後咧個貼就被刪去咗啦。結果咧佢個人咧張高麗咧又冇事啦，當然冇俾人拉，冇俾人調查啦。而彭帥咧亦都冇辦法公開發言啦，冇辦法公開表達到任何自己嘅意見咯。最終咧不了了之。咁從呢件事就證明中國唔係一個廣納型嘅社會啦。廣納型嘅社會好似英國、美國咁咧，佢哋咧往往效率都係低嘅，因為咧佢要聽好多意見啊嘛。聽完意見之後咧，又發覺呢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好似美國咁啊，零元購好嚴重。咁但係咧冇辦法喎，佢冇辦法咧嚴格地修改法例。第一，監獄唔夠位置啦；第二咧就係治安越嚟越差啦。第三咧就係嗰啲公司嘅保安員啊，仲有 no touch policy， 你就見到個賊偷嘢，你都唔可以掂佢嘅，你掂佢咧，仲分分鐘俾個賊咧索償翻間公司要賠天價嘅損失嘅。咁所以呢啲荒謬嘅法例咧，亦都導致到歐美社會好嚴重啦，個社會問題，好似英國咁啊，每6秒鐘咧喺倫敦啊就有一部手機被偷，呢個係幾恐怖，一年有9萬幾部手機被偷，喺 daytime 嘅時候每6秒就有一部手機被偷。咁呢個係非常之可怕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從呢個咁嘅情況去睇咧，英國、美國佢冇出現咗好似俄羅斯即係蘇聯啦，或者伊朗同埋呢個嘅中國嗰啲嘅嚴重問題喎，唔會餓死幾千萬人唔會有人咧喺英國人即係大規模地偷渡去俄羅斯或者中國度生活。相反中國偷渡去美國嘅人咧就年年創新高啦。走線啦，2024年就成為咗咧一個熱門嘅詞語，就變成咗新高啊！美國咧就係截獲到中國嘅偷渡人數咧係歷史新高啊！從呢點可以睇到咧，英國接納啦難民咧亦都去到歷史新高，而家咧已經有70幾萬嘅難民咧喺呢個嘅英國啦。咁嚟自嘅國家基本上咧所謂榨取型社會嘅國家啦。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咧，我哋睇到中國咧係一個榨取型嘅，起碼喺呢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嘅研究，佢係屬於一個榨取型。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貪腐啦。中國反貪咧反極都唔成功喎，不斷咁拉人啦，拉咗5% 嘅黨員啦，已經超過幾百萬人係被拉咗。咁但係每一年咧仲有新嘅新聞。我今日就講一個新嘅貪腐案。呢個咧就係嚟自雞西市嘅副市長喺2020年咧嘅時候逃亡咗去美國嘅。咁點解要逃亡美國呢？根據佢自己喺自由亞洲電台嘅訪問呢，就話因為係一單新聞退出共產黨，就發覺體制裏邊呢工作聽過睇過太多啦，好腐敗咯，好爛咯，所以呢，佢最主要原因就係咩？係孔令寶事件，就係因為發表不當言論然後呢，就係俾人拉咗。咁所以因為咧呢個孔令寶事件係咩呢？呢個雞西市嘅副市長，雞西市咧150萬人口喺邊度嚟咧？雞西市就喺黑龍江，其實就係俄羅斯邊境嘅地方，就係當年咧江東64團咧割讓俾俄國，即係後來咧江澤民、胡錦濤咧就承認咗呢啲咧不平等條約嘅地方，嘅邊境嚟嘅。
雞西市對出咧，其實就係俄羅斯邊境啦，再去南下咧就係海參崴，就係江東64團啦，黑龍江以北呢啲係被割讓嘅領土嚟嘅。咁啊呢個地方咧其實得150萬人口，咁啊嗰個孔令寶喺2020年嘅年初咧就被撤職調查，咁後來咧就話咧佢有貪腐啊，長年係貪腐啦，又要求咧嗰啲因為佢係做呢個嘅財政部官員嚟嘅。喺呢個嘅雞西市咧個財政部部長嚟，亦都做過區委書記，其實係好低級嘅官嚟咧。咁咧先係因為疫情初期，佢就指控咧嗰啲上級呢個嘅衛生嘅部門啦，以及管言論嘅部門一啲不合理嘅封城嘅政策。咁啊，由於咧疫情爆發啊嘛，佢哋就下令下邊嘅官員咧就要拉嗰啲咧係吹哨人喎。咁所以呢個孔令寶咧就喺網上發表咗不當言論，就批評呢啲暴力封城，同埋批評啦呢啲即係打壓言論嘅呢個做法。結果佢自己俾人拉咗啦，作為財政部官員啦，佢就俾人拉咗。後來咧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就公布佢嘅罪行啦。拉佢咧就唔係純粹因為呢個嘅疫情嘅不當言論，首先因為疫情嘅不當言論佢被停職，然後就拉佢啦，拉佢話佢係貪腐，話佢長年收受賄款。收受39萬啊、59萬啊嘅賄款，又收受人哋咧110萬嘅日本汽車品牌嘅一個名車，勒索好多咧同佢哋有關係嘅一啲嘅商人，咁所以就收受咗幾百萬嘅賄款，最終咧就判坐監，然後咧就要賠款咧60萬喎，賠款60萬就要判坐監，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咁樣嘅新聞嚟嘅。咁而呢個雞西市嘅副市長咧。佢就係因為同年咧發生嘅呢啲事情，所以咧佢就決定流亡啦。而流亡咗幾年之後，喺2024年上個星期，終於公布咗呢個雞西市副市長嘅罪行。咁啊，原來咧佢咧做副市長期間啊，貪污咗幾多錢啊？31億元人民幣，查封咗1021處，扣押咗38部汽車，仲有咧被通報係長期搞呢個嘅錢色嘅交易涉及女人添，唔係淨係錢啦，仲有呢個嘅外遇呢個不當嘅言論啦，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哇！無論邊個版本啦，都見到咧中國個腐敗係幾嚴重嘅。即係咧，第一個版本就係因為疫情吹哨，所以咧佢係拉咗孔令寶，而拉咗孔令寶咧，隔咗幾個月之後就指控佢收受賄款。嗱，咁呢個用常識嘅角度去睇。孔令寶如果係一個貪官，因為疫情咧見到一啲人咧吹哨人被拉，然後佢聲援啲吹哨人，個機率高唔高呢？你係一個貪官，貪官就應該要低調做事啊！如果唔係低調做事嘅話咧，你好容易俾人查到尾巴嘅。咁但係唔係啊，佢係一個貪官，但係一個有良知嘅貪官，竟然咧係撐李文亮，撐其他咧吹哨人，批評國家嘅暴力防疫政策。咁呢個好似好唔尋常，係咪？咁好啦，而呢個李全良就作為呢個孔令寶嘅上司，見到咧佢嘅下屬俾人哋拉咗，就係因為不當言論，然後自己逃亡啦。逃亡咗咧幾年之後就發現咗，原來佢係貪污31億嘅。到底會唔會好似呢個嘅任大炮任志強咁樣？就因為咧係發布言論啦，不當言論啦，批評咧有啲領導就係扒光了衣服嘅小丑要扮皇帝，國王的新衣。結果咧就俾人話佢係經濟犯罪，要判10幾20年監，會唔會係同一類呢？即係明明係政治問題，然後佢就話你貪腐或者經濟問題，呢個係第一個可能性啊。第二個可能性，佢哋真係貪官，而作為真正嘅貪官，一個150萬嘅雞西市，一個小市鎮嚟嘅啫喎，喺中國邊境城市，竟然可以貪到咧31億人民幣，仲有查封咗1000幾處嘅地方即係財產滿布31億，咁呢個係咪匪夷所思啊？呢個李全良嘅事情咁佢喺美國咧，佢就冇低調。如果作為一個貪官，即係你去咗美國流亡，你梗係要低調啦。唔係，佢仲要點啊？仲喺美國咧從事政治活動61歲，黑龍江人，清華大學畢業嘅，長期喺雞西市任職亦都做過其他市嘅副市長。咁即係咪好不尋常啊？佢喺美國咧就加入咗中國民主黨，繼續咧就係講呢個中國嘅事情，而佢屋企人咧仲喺中國嘅，就走嘅時候冇帶埋屋企人走，係自己走咁所以呢個係好不尋常。
無論邊個版本係官方嘅版本定係李全良自己嘅版本係真咧，都證明到中國咧佢的而且確咧唔係一個廣納型社會，係一個榨取型社會。呢個廣納型社會咧就係第一，如果當日孔令寶、李全良佢哋作為聲援吹哨人嘅，或者係李文亮醫生作為一個吹哨人嘅，佢哋被捕，咁你就即係唔係一個廣納型啦，唔係一個咧可以包容到社會唔同嘅意見啊，大家一齊咧去商討點樣可以處理防疫政策，唔係佢用一個軍事式嘅方法就係咧呢個嘅上級去決定，下級咧就要絕對嘅遵從。呢個叫做孔子所講嘅民可使由之，就不可使知之。人民咧你就可以命令佢做嘢，你唔需要俾佢知道點解你要命令佢做嘢嘅。呢個孔子式嘅教育啦，或者係商君商鞅變法式嘅。民不可以慮此而可以樂其成，你唔需要考慮人民點諗嘅，因為人民咧只要做得好嘅話咧，有飯食經濟好，佢哋就會同你樂其成噶啦，唔需要解釋俾人民知嘅。呢個就係商君同埋法家同埋呢個孔子式嘅一種儒家式嘅教學，其實到而家咧2000幾年嚟咧都係揮之不去嘅。咁呢一種咧就係3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講榨取式。咁你好嘅就話叫做中國模式啦，集中精力辦大事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話佢哋呢種係榨取嘅，係創造性嘅災難嚟嘅。佢可以係創造性嘅幸福，但係同時間可以創造性嘅災難。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廣納型嘅社會嚟，就唔可以包容到唔同意見。咁而啦呢兩個貪官，佢係好有良知，喺疫情初期做咗吹哨人或者保護吹哨人，然後咧就俾人哋發現到佢貪污。然後最終咧4年後就揭發佢有31億嘅貪腐，呢個好嚴重。而佢走嘅時候冇帶屋企人走，咁好官方嘅版本係真嘅話咧，一個150萬人嘅城市點可以貪到30幾億啊？而問題你查出嚟係30幾億啫，查唔到出嚟啦。咁同埋你查出嚟係30幾億啦，佢一個官員副市長係貪咗30幾億，咁喂有人哋受賄就自然有人行賄啦。佢又未有公布拉唔拉到行賄嘅人喎。而好啦，30幾億又總有人幫佢使錢嘅。而家佢就話咧，其中咧有部分嘅錢咧就經香港匯豐銀行去使嘅，有500萬嘅人民幣咧係經香港匯豐銀行去使。咁呢樣嘢就唔難查喎。香港匯豐銀行，美國咧同香港嘅匯豐銀行必然咧有一啲嘅稅務嘅協議，可以睇到有冇啲人咧係使黑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佢而家流亡咗去美國，又真係經過香港匯豐銀行去使錢，咁咧就必然咧喺美國都會構成犯罪，而嗰啲錢最終係匯入咗美國，咁佢喺美國又會俾人拉喎，咁所以呢個李全良喺美國以後後續會唔會俾人拉呢？就係引證到呢一件新聞是否真嘅一個新聞。咁但係問題，中國用咗4年去查，就只查到佢一人係受賄，就冇查到任何人行賄，同埋呢係集團式噶啦。如果你有31億，你梗係有人幫你收款嘅，你唔會下下都係自己收款嘅。係咪？同埋下邊咧，佢收完錢，你梗係要同唔同嘅部門去疏通。譬如話你作為一個副市長，你收咗錢啦，你下邊梗係有一啲財政部財政部就孔令寶啦，或者係環境規劃局或者消防局係咪要放啲通行證啊？咁你梗係下邊都要有人係即係收賄先得個，冇查出嚟喎。好啦，上邊有冇人收賄咧？佢作為一個副市長，咁佢唔能夠事事繞過市長同埋呢個市委書記嘅。以及咧再上級嘅就係省長、省委書記、省級嘅部門，甚至乎國家級嘅部門咧。咁有冇人涉及呢個貪污啊？貪污點解會係孤狼式嘅貪污，唔係集團式嘅貪污呢？咁所以呢個嘅孔令寶同埋李全良事件，實在係疑點重重。咁但係用呢一點去睇咧，無論係邊一個版本，都唔係一個廣納型嘅社會啦。第一，如果係一個廣納型嘅社會，就唔會輕易拉咗吹哨人。第二，如果個廣納型嘅社會就唔會有咁嚴重嘅貪腐，因為佢裏邊涉及嘅人數好多嘅。喺孔令寶事件咧就話有個老闆又俾人勒索咗39萬，有一個老闆咧就俾人勒索咗110萬。喂，咁多年以嚟呢啲被勒索嘅老闆點解唔去舉報啊？點解唔去傳媒度透露啊？就係因為舉報同透露咧，佢哋往往咧就會有更悲慘嘅下場啊嘛。所以咧就係慢慢佢哋吸收咗教訓，唔去舉報啦。就好似中國咁有喺街度有阿婆跌倒，你扶佢，又可能俾人告話係勒索你嘅，話你係撞到佢嘅，咁就係因為長期咧有呢啲咁慘痛教訓咧，所以造成嗰啲人咧唔舉報嘅習慣。
咁所以無論邊一種咧，都證明到中國而家唔係一種廣納型社會。至於你話佢係咪榨取型社會咧？榨取呢個字唔好聽啦，就係你可以用叫做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精力辦大事。你點包裝都好啦，就係引證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講呢種叫做創造性嘅幸福，或者同時間叫創造性嘅災難喺裏邊啦。好嘛，咁啊今日繼續借呢個新聞去導讀咗2024年咧3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分別係呢個嘅 Robinson、Johnson 同埋咧叫做 Acemoglu。呢個土耳其人嚟嘅，2個英國學者同埋土耳其嘅學者，3個咧都係英國咧畢業㗎，咁啊都係嚟自英國嘅大學啦，LSE 啦，咁啊所以英國咧又出產啲偉大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佢哋3位最終咧都喺美國度教書嘅，係 MIT 同埋芝加哥。咁有啲人話佢哋係左膠，咁佢哋唔係左膠嚟嘅。芝加哥係盛產右派經濟學嘅，佢哋最多係中間偏右啦，有啲係中間偏左啦，咁嘅情況就唔係左膠，所以佢哋反對特朗普，但係佢哋唔係左膠嚟嘅。咁啊，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如果學到少少嘅知識咧，希望大家可以 share 俾你個朋友，like、subscribe、share， 介紹俾你嘅屋企人睇，介紹俾你嘅孫仔睇。因為最近咧，我拍咗好多學術嘅影片咧，令到呢個 channel 嗰個推薦量係跌咗。譬如我介紹呢個三星堆啊，呢個西遊記啊，孫悟空啊，黑悟空啊，咁呢啲咧就令到推薦量低咗。最近影片少咗好多人睇，咁希望你手動轉，未睇尋日嘅影片就去睇翻啦。OK，今日講到呢度，拜拜。